So sometimes I think that I am the man, and I am destined for nothing, and I will keep making stupid decisions that ruin my life. Sometimes I think that I need some time away from my own mind, so I won't keep making stupid decision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No, I keep making, no, I keep making, no. 嘿嘿嘿，我是 Lex 雷克斯。上几集拍了在东京不同地区怎么逛、怎么玩、怎么吃的影片，然后有包括新宿、涩谷元素、表参道、六本木、Gotemba Outlet， 还有东京迪士尼都有。如果你想大概知道怎么逛东京的话呢，你也可以点我的另外的影片去看看哦。如果你是新朋友 ，Hello， 我是 Lex 雷克斯。喜欢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再来 subscribe 我的 IG Lex is Sleepy， 拜托。好。今天一大早呢，就去买了咖啡，然后就喝了咖啡呢。现在我们就去洗钱。今天的天气超好的，今天去洗钱，然后去一趟Shibuya附近。今天会去 Foodland， 一个新的 Foodland， 是专门喝咖啡，超好喝的咖啡。是另外一间分行的。那Let's go。来到今天的第一站，这间专卖人形烧的店铺众盛永信长，是一个历史相当久的和果子专卖店，就在人行町，非常靠近水天宫。那这家店呢，也非常靠近我住的饭店每次经过这里呢，都会看到非常多的当地人在排队，所以完全就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里的人形烧呢，外形啊非常的讨喜啊。那据我所知，日本的人形烧是非常受欢迎的日本传统点心，那我觉得非常适合拿来当伴手礼，因为价格也不会很贵呢。那这人形烧呢，由鸡蛋、砂糖、面粉制作薄薄的外皮，然后再加入红豆馅，我最爱红豆了。那我也买了2个新鲜出炉的来试一试，皮薄薄的，然后馅料非常的多而且不会太甜。我个人是蛮喜欢吃红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吃的哦。这次住的饭店位于人行町，那在这里完全可以感受到当地日本人的一些生活日常。这一区不会太拥挤。那上一集我也介绍我住的饭店哦，可以点右上角的链接去看看。接下来来到了小王神社，这间神社有超过500年的历史那这里呢之所以这么有名，就是因为这里可以洗钱，你可以带你自己国家的钱币，纸钱也好，零钱也好，来这边洗一洗，据说可以强化你的运势，提升你的财运。非常多的当地日本人都会来这边洗钱所以呢这边很多时候都需要排队。那洗钱的方式呢很简单，就把你的钱放进去这个小篮子里面，然后在水中轻轻摇一摇，洗一洗，然后最后把你的钱擦干，然后放入你的钱包里面，1年当做是你的钱母，不要用掉。据说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提升你的金钱运了。那我在洗钱的时候看到也是有人在洗信用卡那至于参拜呢，首先一定要到洗手厅去洗手，然后跟着队伍排队。那在排队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看当地日本人是怎么参拜的。那我看到这里的人参拜的方式就很简单，就2拜，2拍手，然后再1拜就完成啦。那参拜完之后呢，可以到隔壁的小店买个御守。那这里呢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御守，也有不同的功能，有些可以强运2除，有些可以保健康的，等等。如果你喜欢古着店，那你绝对不要错过这里，这里就是下北泽。
那下北泽呢，正是日本古着文化的聚集地。那这个区域给我一种非常隐秘的怀旧感诶。那这里呢有很多的咖啡厅啊，然后有酒吧、画廊、二手书店、小型剧院，然后有很多的二手服装店等等。这里超多的二手衣店啊，让你逛到爽诶。店内贩卖的商品呢都是非常多的类型诶，然后一字排开的衣服啊、帽子、裤子、小物等等，不同年代、不同品牌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得到。然后从复古的 T 恤到牛仔裤啊、美式复古风、日式复古风等等的商品都能够在这边找得到。这里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挖宝的天堂吧。然后就是需要花点时间在这边慢慢的逛、慢慢的逛、慢慢的挖宝，一件一件慢慢的看，看到你喜欢的款式的时候呢，不要先开心哦，因为不一定有你的尺寸啦。但是当你碰到一件你非常喜欢而且有你的尺寸的衣服的时候，哇哦，那个感觉就是爽啊！挖到宝的感觉就是爽。这里的二手物品呢，虽然是二手的，但是都非常的干净，都是经过清洗和打理。那这里比较著名的二手古着店呢，就包括了 Flamingo、Florida， 然后 Jam 等等。那这里太多二手店了。那如果你有去过哪一家的呢，可以留言告诉我 ，OK？ 那下一次我可以去一下。那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周末，所以也特别的多人，刚好在这个时候有小市集，那小型的跳蚤市场吧，所以呢我就遇到了某些商家正在大拍卖耶，价格都非常的便宜哦。那在这边逛逛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天马屋咖喱屋外面的窗口摆放了很多的咖喱面包，就看起来就超吸引我的，然后看起来也很好吃，所以呢话不多说，我们就立刻就买了2个试一试。然后他们的咖喱面包有很多种款式，吃起来呢外皮香酥，然后内馅非常的饱满那我吃的是虾的口味，里面的咖喱口味呢是温顺的，所以不会很辣，然后面包炸的又香又脆，但又不会太油腻哦。那我觉得非常的好吃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来这一区的话呢，可以来这边买这个咖喱面包哦。接下来要去一个非常期待的咖啡厅。首先呢，先到达这个我觉得超好看的铁路车站。这个车站呢是属于小田急田沿线的铁路车站参宫桥站Sangubashi。那这个车站呢用大量的木质材料，看起来就非常的温馨，而且也很舒服那在这里呢就可以感受到它和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协调。那在这边拍照很好看哦。会想到来到这边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想要去这家 Falkland。那这家店曾经被《纽约时报》誉为世界上最棒的咖啡。相信大家对这家来自北欧挪威品牌的咖啡店都不陌生，特别是他们在代代木的那一家店，超级多人喜欢在那边打卡的。那今天我来的这间呢，2024年开业的。那这间店呢，是由一个日本传统老宅改造而成的，那是一个完全不同体验的一家咖啡店从外观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山中的一个小屋，那周围的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宁静的气息。然后来这边之前呢，记得要先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先去预约哦。这间店看起来就小小的，里面呢有一个4人座位的桌子，庭院外面呢就有另外一个4人座位的小小桌子。那这里摆放着不同的咖啡豆，方便你买回去自己磨，然后好好的品尝一下他们的咖啡豆哦。那只要你有预约呢，你就可以进入这个比较隐秘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呢是一个长长的吧台，然后里面和其他的分行不一样，就是这里的咖啡师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面前冲泡咖啡
里面的室内设计真的很好看自然朴素的氛围吧。那特别是那个伊达贯池的吧台，具有天然岩石的质感看起来就整个超好看的。那整个室内的暖光设计再配上自然光，整个氛围就非常的舒服。吧台上面呢有9个座位，所以品尝咖啡的时间只有40分钟与1个小时的限制。那你可以选择咖啡套餐，还是单独品尝手冲咖啡。那我们选择的是1400日元的手冲咖啡，还有这个 Cookie Café，我不怎么会读啦，它是 Norwegian 的 Hiking Coffee， 就是挪威人的登山咖啡，1500日元。那这里的咖啡师呢，会在你的面前使用独特的手磨机去研磨咖啡豆。那在整个过程呢，咖啡师会一直跟我们沟通，他会解释他们是怎么筛选咖啡豆等等等等等等。那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的疗愈，而且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咖啡知识那这里的咖啡师呢，非常非常的友善。那我们整个过程呢是用英文沟通，那他的英文呢非常的流利，感觉就像是朋友在聊天吧。那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好哦。现在让你们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氛围吧。晚餐的时间又到了，那我们来到了新宿的 Opera City， 主要来到这家出台站的旭旭苑，JoJo and Opera City。那旭旭苑呢，在全日本都有分店，但是这一家比较不一样。如果你想在东京吃高级烧肉，然后又想要看看东京的夜景，那你就不要错过这里了。到达了53楼，往里面走，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钢琴。那我有预约哦，然后预约时间是下午的6点，所以还没有什么人。那我们预约的位置呢，是在第1排的窗边位置。整个美景就在你的前面，那整个东京城市密密麻麻的，非常的好看呢。我们点了各式各样的食物，有些是烧烤的，也有一些 kimchi、Korean pancake 等等，全部都很好吃哦。但我觉得很贴心的是这个夹柠檬的，要挤柠檬汁的话呢，就不怕沾到手了啦。这边烤肉呢，一点烟油味都没有这也非常的贴心。然后所以呢，在这边吃完晚餐呢，完全不用担心你身上会沾有一些油烟味的味道。那把烧肉放着在铁盘上面，然后一点烟也没有整体来说，我觉得这里都非常的好吃，再加上有这么好看的夜景，所以呢，我还蛮推荐大家来这边吃的。对了，据我所知，如果是中午来这边吃午餐的话呢，会有一些特别套餐之类的，价格会比晚上便宜很多。那中午突然间想吃烧肉的话呢，不妨考虑来这边哦。对了，要比较方便到达这里的话呢，记得乘搭京王线 Keio Line， 然后到达出台站 Hatsudai Station， 然后步行5分钟你就到啦。
Hello 啊，今天买了一整天。哎，刚才我在那个地铁附近呢，就打包了这个 take away 了这个拉面，看起来很好吃。哎，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贴心哎。你看他们的 take away 就是会分开，上面一层这样子，然后下面是那个面，然后紫菜就分开。小仙先开这个干煎纸拿出来，等我一下子哈。张张，开餐喽！很好吃，这才500yen呢，超便宜的。这当宵夜真的超好，超棒。好吃，味道还是很浓郁。500yen哦，非常便宜耶。现在我想要泡澡了，所以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Donkey 那边就买了这个可爱的皮卡丘，这个泡泡浴，拿来泡澡的。然后在上网爬文说，就是有一个 trick， 就是你可以选择，如果你想要抽中哪一个其中的你想要的 cartoon 的话呢，你只需要有一个 trick， 就是去剪掉那个号码。然后我就想说可以 try 一下 ，so 我现在想说这个是还没开的哦，然后我想要这个1B，嘿，看我能不能抽中这个1B，这是算是个盲盒吧，盲盒抽选，所以开始吧，试一下哦。是一个蓝色的。这里哦，浮上来了，它浮上来了，啊，果然是菜，没错，嘿，超可爱的，哎，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然后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